祸害3年的新冠突然消失了，却留下了4大奇怪现象，是好还是坏？2020年的春节原本应该是阖家团圆、共庆新年的日子，可一场新冠疫情来袭，让很多人的生活在之后的2020初到2022年底这3年时间里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故。原本令人困扰不已的新冠病毒威胁性大大减弱，对于身体强健的人而言，就像普通的感冒发烧。虽然也有不少人变阳了，但经过了治疗后，基本上恢复了健康。不过，随着大家的生活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节奏，有4种奇怪的现象还是留了下来。那么这些奇怪现象是好是坏呢？1. 新冠留下的4种奇怪现象。1. 药店变得越来越多了。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，不管是几线城市，这几年药店的数量均有在增加。尽管有线上医药平台的冲击，但依旧挡不住线下药店频繁的冒出来。甚至一些城市的街道上还出现间隔可能不足100米的情况下，有3、4家药店的情况。不光如此，进入这些店里面买药，还会发现药品的价格似乎也比几年前要贵。南京的薛女士就有这样的感受，她家里有一些药品常备，而原本一盒只需要5元左右的药，现在却需要12元，直接翻了1倍多的价格。原本觉得当时疫情药店进药不方便，成本增加了才涨价的，但现在已经开放1年多了，价格还是上涨之后的，看来以后也不会便宜了。薛女士跟同事这样抱怨道。跟薛女士有同样遭遇的，还有前段时间感冒的曹女士。由于不敢乱吃药，她到了药店之后，是让店里面的工作人员给配的药，结果付钱的时候，一扫码花掉了将近200元。这个价格让曹女士惊呆了，要知道她虽然已经很久没感冒过了，但依稀还记得以前感冒拿的药也就10几20元左右，现如今这个价格涨幅真的是太夸张了。但即便价格贵，也挡不住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后，很多人愿意在家里备药的行为。而且与从网上购药相比，绝大多数人更信任线下的实体药店，觉得万一药品有什么问题能及时找人处理。至于药店的数量，根据2022年统计的数字来看，全国范围内已经增至62.3万家，而这个数字比很多大众耳熟能详的茶饮品牌门店合计起来还要多。2. 出行随身会戴着口罩。其实在疫情之前，很多人在出门的时候也有佩戴口罩的习惯，只不过与全国总人数相比，数量是相当少的，并且也不会任何场合都会佩戴，甚至于有时候戴口罩还会被认为是有病在身，旁边的人会敬而远之。而经过了3年，出门戴口罩的人数量上增长了不少，也不会认为戴口罩就一定是有病了。尤其是一些原本对戴口罩这件事情不以为意的老年人，反倒成为了疫情开放之后依旧戴口罩的主力军。马路上、地铁里、超市中，基本上人流量较多的公共区域，疫情后还是能看到大量戴口罩的人。当然这个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，毕竟哪怕是新冠真的彻底消失了，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病毒，口罩依旧可以作为防护工具使用。3. 消费降级更乐意存钱。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有些人的工作收入受到了影响，所以存钱这个很多人原本觉得过于保守的做法，摇身一变成为了香饽饽。这里也有数据作为支持，就以央行公布出来的金融数据来看，仅仅是在2022年6月末的时候，全国住户存款就达到了112.8万亿元，这一庞大的规模比2022年初增加了10.3万亿元。到了2022年11月末的时候，这个数字又有所增加，全国住户存款达到了118.5万亿元。从这里的数据增长上来看，选择存钱的人数应该是有所增多的。疫情之前，我真的一点存钱的意识都没有，还刷爆过几次信用卡。好在后来在父母的帮助下给还清了，现在我可不敢继续这样做了。买什么东西都更注重性价比了。现年27岁的肖先生，原本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，钱包里面1分钱也不会留下来。
但现在他已经有了3万元的存款了，虽然跟很多人的存款相比还很少，可对于肖先生而言，这是他转变消费观念很直接的证据。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也在存钱了，之前大家都是一起玩的，可现在觉得与其进行一些无谓的消费，还不如将钱放在腰包里更踏实，肖先生补充道。4. 远程办公依旧有趋势。3年期间，很多人没有办法正常的出行，可能小区里面出现了一个感染的人，整个小区就要全部封闭起来。为了让员工能及时完成工作，不少公司允许让员工远程办公。当然，这一模式不是每家公司都适用的，但不可否认，的确解决了一部分公司的用人之急。这也让很多人没有因为疫情彻底的失去收入，算得上是互利互惠的做法。而且远程办公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公司的成本开支，比如原本一个20人的公司需要租赁较大的办公场地，而当员工可以在家办公后，就可以租小一些的场地，节省出来的租金可用于公司其他的运营成本里面。因此，在疫情全面开放之后，从远程办公中尝到了甜头的一些公司，依旧采取了这样的模式。而对于就业者来说，这种更为灵活以及人性化的办公模式，也能让自己在摆脱了时间以及空间限制的基础上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。小许作为一位自由职业者，对于远程办公是很清楚的，而且他是在疫情之前就开始了这样的工作方式。对于他而言，疫情给自身收入带来的总体影响不是很大，相信未来几年跟我一样之后会从事远程办公的人，应该会非常多。2. 新冠消失后还有哪些挑战？对于经历了疫情的人而言，其实面对的最大挑战，应该来自于感染新冠病毒所留下来的后遗症。我自从感染病毒后，就容易失眠了，现在感觉每天都很疲劳，我是在疫情开放之后才阳的，结果一直到现在都时不时会咳嗽，虽然没查出来有白肺，但总觉得身体不如从前了，诸如此类的发言还有很多。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能看到，均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人在交流。看下来会发现，初期没有疫苗，且病毒较为凶猛时感染的人，后遗症会相对严重。因此从这一方面来说，如何改善身体健康状况下降这一现象，就成为了新冠消失后相当大的一个挑战。而面对这个挑战，除去个体要注重锻炼之外，社会医疗服务是否能跟上也至关重要。除了这个挑战之外，失业率上升也是疫情所带来的影响之一。3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很多企业未能在疫情阶段顺利的渡过难关，出现了倒闭的结果，这也就导致了一些失去了工作的人要重新规划自己的就业方向。如果本身能力过硬还好，可能会比较快的找到下一家企业就职，可很多年龄较大，能力也一般的人，在就业市场中会面临的挑剔较多，可能一直没有得到继续就业的机会。尤其是这类人中，有很多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还可能背负着较重的房贷，生活水平直线下降。面对这个情况，不是单靠个人就能彻底给解决的，而是需要社会能提供出更多的就业岗位。但一方面是年龄较大的待业者，另一方面是每年都会毕业的大学生，许多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初出茅庐的大学生，这也导致了很多人在网络上反映求职的时候，会遇到年龄歧视、生育歧视等问题，哪怕自身的能力符合岗位要求，也会被卡住简历。为此，社会以及政府方面对于这些大量的待业者，会有怎样的规划与安排，也属于是很大的一个挑战。尤其是作为人口大国，怎么样让更多的人能够在适合的岗位上发光发热，为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，属于要重视起来事情。3. 新冠的影响是长远的吗？从疫情之后需要面对的各种挑战，以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，其实应该能得到一个结论了，那就是这一次由新冠病毒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，因为病毒不像是一定范围内的自然灾害，通过空气就能进行传播，涉及到的范围较大。但对于整体社会环境而言，面对新冠造成的冲击，虽然已经存在了负面影响，
但更多的是从中吸取教训，修复受到影响的部分，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还进行经济调整，为未来的发展打好基础。结语：疫情之后的这几年，不可否认经济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发生了变化，但整体上还是呈现出积极的状态。至于所留下来的奇怪现象，其实经过了时间的推移后，可能大家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了。但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，为了让这些奇怪现象朝着好的方向发很赞，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，通过积极的引导以及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法规，让未来的社会环境依旧能保持住健康的、可持续发展的状态。